最近，俄罗斯军方三巨头普京、拉克西莫夫、绍伊古同时出现在东方2022联合军演现场，观摩中俄两国的联合作战演练，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少将瓦西里卡扎科夫直接表示，俄罗斯海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务实互动在质量上达到一个全新水平，这确保了全球和地区之间的稳定安全。美国知名媒体《美国之音》看到这个情景后，他不乐意啦，发了篇报道说，是西方的围堵使得中俄两国关系更加紧密，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战略报告研究院也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尝试构建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中俄两国之间并非没有任何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中国现今先进武器装备追根溯源都是上世纪逆向俄罗斯技术发展出来的。到今天，俄罗斯部分军工企业仍在尝试找中国进行索赔。再比如，中俄两国之间历史上还有过领土争端。虽然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签订的中俄边境东段协定后，以及一些补充条约让边境问题暂时尘埃落定，但美国人不这么想，还想拿这事当突破口搞破坏。克林顿甚至曾经希望能利用这些事端来离间中俄关系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虽然中俄两国没有签署任何正式军事联盟，但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陷入到战火中，另一个国家会对其提供一切除了直接出兵之外的支援，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支援、政治支援、情报支援等等。现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唯一能让中国重新考虑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机会，就是让俄罗斯在乌克兰惨败。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重新考虑和俄罗斯联盟的价值。但是，首先，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打得很漂亮乌克兰所谓的赫尔松大反攻已经变成了送人头的行为艺术，一周内出现了20多次士兵拒绝参战的情况。与此同时，相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对中国呢是一个更大的麻烦俄罗斯和中国再怎么有冲突，也无非就是武器版权问题还有美国人眼里的历史领土问题。而现在的美国呢是想把中国逼上绝路曾经希拉里做过这样一个预判中国的崛起和中俄的边境问题将会改善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促使中俄两国走向冲突甚至决裂。这个观点最早是1995年的时候由当时的美国智库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再插手和介入亚洲内部纷争，只要采用休克疗法，那么中俄之间早晚有一天自己就打起来了，届时美国坐收渔利即可。然而，美国和北约得到这个结论后，却做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选择，那就是逼迫中俄来取得更大的短期利益。过去10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后，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俄罗斯折腾得半死不活。从地缘政治到经济问题，北约和美国对俄罗斯那是处处紧逼，而对于中国的策略就变成了层层围堵。从3大岛链再到联合印度在中国西藏地区搞事，这是要把中国的出海口和与外国的陆地连接通道全部堵死。然后美国还不断挑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希望这两国能打起来。可以说中俄两国的亲西方阵容都已经被西方给坑死了。俄罗斯想投靠北约吗？那是做梦都想的。但是投靠北约的代价他们无法接受。中国人想加入美国的国际贸易体系吗？肯定想但是加入进去后，美国人的要价是中国的老命我们可以把美国和北约这几年的事情打个比方，那就是在中俄家门口修炮楼，要急死中俄，然后还在中俄的家门口设卡，只要你想和中俄做贸易的，都会被仔细盘查。此外，他们还四处编排中俄和俄罗斯在国际上试图把两国形象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中俄只能相互做做生意，维持生活，但是美国人却还妄想中俄能打起来，这个智商也没谁当然，美国的算盘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是要用绝对的力量把中国和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挤压掉，逼两国只能互相搞事情。但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来说，只要第一岛链的封锁还没破，只要台湾还没有收回，台湾领土的优先级就永远高于其他方向。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只要东欧的导弹还针对着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在东欧方向的战略重要性也是要高于其他方向的。不巧的是，这2个方向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国自己。而第2个问题是，美国也不是那么不可战胜
不管是现在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还是现在美国无航不可用，都证明了美国没那么无敌啊，不是中俄联手都无法对抗的对手。那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中俄自己内卷，不如向外突破，把美国人的枷锁打开了，中俄的生存空间自然也就更加宽广了。其实，美国这种以力压人、通过实力施压的外交策略，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冲突严重的国家，有的国家之间甚至还是世仇的关系，最终因为美国而结盟。中俄联盟在美国的外交杰作里面都排不上号，排得上号的，你还得看隔壁中东五国的这个奇幻组合啊。中东五国哪五个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俄罗斯。先说伊朗和伊拉克、叙利亚啊。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跟伊朗的世仇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那时候的伊朗还叫波斯。阿拉伯人呢有一句谚语叫做沙漠里遇到毒蛇和波斯人，你必须先打死波斯人啊。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伊拉克那更是打没了一代人呢。萨达姆呢是直接动用了毒气和地雷对抗伊朗，伊朗是用人肉冲破地雷阵。然后是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两国历史上也是血仇。俄罗斯自誉为第三罗马，因为土耳其占据了伊斯坦布尔，也就是当年的君士坦丁堡。两国从17世纪到19世纪打了10场俄土战争，到了一战接着打。冷战的时候，土耳其还允许美国部署核弹对付苏联。还有土耳其跟伊拉克和叙利亚，土耳其1939年武装入侵叙利亚，并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的水源，期间4亿节油，导致三国之间爆发多次战争。就这么5个血仇的国家，在美国的逼迫下组建了中东联盟，就问你神奇不神奇？而且就是北约内部也有冲突，美国常年对德国施压，尤其是在北溪天然气项目上严格控制啊。现在德国也有脱空迹象，目前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反对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让美国无可奈何。如果美国人继续采用谎言和威压控制世界，那么当他们这套体系破产的时候，自身必然会受到严重反噬。